兄弟们，今天咱们不聊江山，聊聊色字头上一把刀。大家都知道，曹操这辈子没啥别的爱好，就爱给人当接班人，准确说是给别人的夫人当接班人。建安2年，曹操带着10几万大军南征，对面张绣一看，这仗没法打啊，直接滑跪投降。曹操乐坏了，心想，仗打完了，该享受享受了吧。结果他一眼相中了张绣的婶婶邹夫人，他以为自己玩的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结果张绣在旁边看的是杀叔之仇不共戴天。就因为这一晚上的加班，曹操直接开启了地狱难度，顶级保镖典韦没了，大号接班人曹昂没了，甚至连自己那匹绝影宝马都交代了。这就是历史上代价最贵的一场艳遇——宛城之战。今天大郎就带你看看老曹这次踩雷到底有多精准。可偏偏老曹这人有个改不了的软肋，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职业癖好，他特别喜欢给别人的夫人当接班人。在曹操的逻辑里，征服一个地盘，如果不能顺便征服这个地盘上最有权势男人的女人，那这场胜利就不够圆满。就在进城的头几天，酒过3巡，菜过5味，老曹那颗不安分的心就开始躁动了。他悄悄问身边的亲信，也是他那个不太省心的侄子曹安民，这城里有没有什么高质量女性啊？曹安民这小子也是个坑爹的种，或者是想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他神神秘秘地告诉曹操，张继的婆娘，也就是张绣的亲婶婶邹夫人，那长相那气质绝对是极品。曹操一听，眼睛都直了。他当时压根没过脑子，没想过张绣是个什么性格，没想过这事儿在伦理道德上有多大杀伤力。他只知道，我是大汉司空，我睡个降将的婶婶怎么了？这是给你们面子。他刚把汉献帝接到了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杆大旗一扯起来，全天下的流量都在往他身上汇集。这时候的他，看谁都像是待宰的羔羊，看哪儿都像是自家的后花园。就在这种如日中天的节骨眼上，他决定南征宛城。宛城的主人是谁呢？张绣。这哥们手里攥着一只从西凉带出来的虎狼之师，战斗力那是杠杠的，但他有个致命伤，就是没名分，也没地盘。曹操的大军还没到城门口，张绣在谋士贾诩的撺掇下，直接就滑跪了。这时候的曹操心里那个美啊，不战而屈人之兵，这简直是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他大摇大摆地进了城，接受了张绣的投降，甚至还拉着张绣的手在那儿演兄弟情深。按理说，这时候要是老老实实搞好并购，把张绣这支特种部队收编了，三国后面的剧本可能就没刘备、孙权什么事儿了。于是，在一场极其荒唐且隐秘的安排下，邹夫人被秘密送进了曹操的营帐。兄弟们，你们细品这段戏，这哪是艳遇啊，这简直是在张绣的坟头上蹦迪，而且还是带着音响蹦的那种。张绣在外面听说了这事儿，那肺都要气炸了。在那个讲究忠孝礼义的年代，你睡我婶婶，就等于是在全天下人面前扇我的大嘴巴子，这不仅是私德问题，这是赤裸裸的权力羞辱。张绣心想，我投降你是想换个前程，结果你把我当成拉皮条的了，你这是要把我张家的脸面踩在泥坑里反复碾压啊！这时候，一直躲在幕后阴恻恻观察局势的毒士贾诩登场了。贾诩这人看人性看得太透了，他一眼就瞧出曹操已经彻底掉进了温柔乡，防御等级直接降到了负数。他给张绣出了个主意，既然老曹不把咱当人看，咱就送他一张通往地狱的单程票。就在曹操搂着邹夫人，在酒精和多巴胺的包围下做着千秋大梦的时候，死亡的阴影已经像墨汁一样在大营周围洇开了。老曹那时候是真的飘了，
他甚至觉得张绣这种降将根本不敢反抗。他哪里知道，此时的张绣已经把蓦地锃亮的尖刀藏在了背后。这种极度的反差，正是大郎我今天要跟你们深挖的重点。一个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在欲望面前竟然脆弱的像个没见过世面的中学生。他不仅踩了雷，还觉得那雷响起来的声音一定像礼炮一样动听。这场被美色包装的杀局，其实是曹操职业生涯中最昂贵的一次加班费。他以为自己是在消费张家，其实他是在预支自己的未来。接下来的那个夜晚，注定要成为曹操一辈子的噩梦。他会失去他最得力的保镖，失去他最优秀的继承人，甚至差点失去他自己那颗自以为算无一策的脑袋。兄弟们，咱们看历史，不能只看那些功成名就，得看这些阴沟里翻船的瞬间。曹操在宛城的这一晚，是他把傲慢这2个字写到了极致的结果。他觉得权力可以搞定一切，觉得美色是胜利者的赠品。但历史告诉我们，那些被你羞辱的、被你忽视的小人物，往往在最黑暗的时刻，会给你最致命的一击。这一场所谓的艳遇，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浪漫剧，而是一出制作精良、代价高昂的人间悲剧。老曹这时候还在帐篷里跟邹夫人推杯换盏呢，他完全不知道，帐篷外的风声已经变了味道，那是血腥气正在空气中发酵的前奏。这种暴风雨前的宁静，才是最让人后脊梁发凉的地方。咱书接上文，刚才说到老曹在宛城的温柔乡里正美着呢，觉得这天下英雄也不过如此。张绣这小子虽然名声在外，见了咱大汉司空，不还得乖乖献上审审？兄弟们，讲道理，人一旦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那就是离倒霉不远了。那就是在那个看似平静的宛城夜晚，一场针对老曹的职场大清洗是怎么在眼皮子底下秘密筹划的。这时候的张绣，那心里的火苗子已经烧成焚尸炉了。他坐在自己的将军府里，手里的酒杯都快捏碎了。你想啊，西凉汉子最重的是什么？是脸面，是那种在马背上杀出来的尊严。曹操这一出，不仅是睡了一个女人，他是把张绣那点所剩无几的政治资本和人格尊严，全扔进马桶里按了冲水键。张绣这时候就在想，我投降是为了保命，为了荣华富贵，结果你让我当这种绿头巾外戚，这以后在江湖上还怎么混？手底下那帮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看我？这时候咱得聊聊那个躲在阴影里的关键人物贾诩。这位爷在三国圈子里有个绰号叫毒士，他这辈子出主意，从来不考虑什么道德底线，只考虑成功率。贾诩看着快要原地爆炸的张绣，冷冷地说了句：老板，既然老曹不把咱当人看，咱也别把他当主子伺候了。这计划怎么定？贾诩这脑子转得飞快，他知道硬拼肯定不行。曹操带的人马多，而且还有个外挂级的保镖典韦。典韦那是什么人？那是号称古之恶来的战力天花板，一只手能把大旗扶稳，2只铁戟挥起来跟绞肉机没区别。贾诩看准了曹操现在的防线漏洞。第一，曹操正沉浸在邹夫人的怀抱里，警惕性是负数。第二，典韦虽然猛，但他是个实诚人，只要把他手里的家伙事儿弄走，再把他灌醉，老曹就是个没壳的王八。于是，一场针对曹操降智时刻的精妙反杀计划就开始推演了。张绣先是按照贾诩的交代，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跑到曹操营帐外头请示。他说：曹公啊，我这降兵降将心不稳，能不能让我把部队挪个窝，顺便把辎重车挪到营寨中央，好方便管理。曹操这时候正忙着跟邹夫人对酒当歌呢，脑子里全是多巴胺，压根没往深处想。他挥挥手，
像打发叫花子一样说：“行行行，你看着办吧。兄弟们，你品品，这叫什么？这叫引狼入室的最高境界，还是房东亲自给狼开的防盗门。”张绣得了准许，立刻就开始了微操。他让精锐部队把铠甲穿在普通衣服里，把刀枪藏在运粮草的车队里，大摇大摆地进了曹操的核心防区。这种骚操作，在现代职场里就相当于你把竞品公司的间谍直接安排进了自家的财务室和机房，还告诉保安说这是咱请来的贵宾，不用查工牌。就在张绣调兵遣将的同时，另一场更阴损的戏码在典韦身上上演了。张绣手下有个猛将叫胡车儿，这哥们力气大，腿快，但最绝的是他有一手偷鸡摸狗的本事。曹操这人爱财，之前还赏赐过胡车儿金子，这让张绣心里更不爽了，觉得你这是当众挖我墙角啊！贾诩利用这一点，让胡车儿去执行秘密任务。他们先是找借口请典韦喝酒，这种特种兵级别的保镖，平时那是滴酒不沾，寸步不离老大的。但那天晚上，曹老板自己在里屋玩得正嗨，典韦在外面守着，心里估计也挺尴尬。张绣的人一顿软磨硬泡，再加上曹操当时的放松氛围感染了全军，典韦这个实诚人也真就喝高了。就在典韦烂醉如泥的时候，胡车儿潜入营帐，把他那对重达80斤、能挡千军万马的玄铁大戟给偷走了。兄弟们，这哪是偷兵器啊，这是直接把曹操的防弹衣给扒了，把警报系统给剪断了。这一局势就像是一根绷到极限的琴弦。一边是曹操和邹夫人的莺歌燕舞，觉得此生无憾；另一边是张绣、贾诩和无数磨刀霍霍的西凉兵，在黑暗中死死盯着那个灯火通明的帅帐。曹操以为自己是在享受并购带来的红利，其实他正在签署一份通往黄泉路的死亡契约。这种信息差和人性的贪婪，把曹操这个顶级 CEO 推到了悬崖边缘。他完全没有意识到，那个平庸的张绣在贾诩的加持下，已经变成了一个致命的猎人。而他那个曾经在兖州戏耍诸侯，在朝堂之上威风八面的曹孟德，现在不过是一个因为管不住下半身而把自己置于死地的普通男人。这种反差感才是宛城之战最讽刺的地方。而且咱们还得聊聊那些跟着曹操一起飘了的将领们。主帅在屋里睡觉，手下人自然也就懈怠了。曹昂在做什么？他在照顾马匹，可能还在想以后怎么接班。曹安民在做什么？可能还在为给叔叔物色了这么个美女而沾沾自喜。他们所有人都没听见，在那平静的夜风里，已经传来了西凉战马嚼子碰撞的声音，传来了刀刃出鞘那细微的摩擦声。这不仅仅是张绣的背叛，这是曹操整个管理层的一次集体大翻车。他们在胜利面前丢掉了最基本的职业操守，把谨慎2个字彻底扔到了脑后。这种在巅峰时刻因为一个小概率事件其实是必然事件而引发的崩盘，大郎觉得这才是每一个在社会上混的兄弟最该警惕的。你以为你踩的是红地毯，其实下面全是用贪婪和傲慢铺成的地雷阵。到了半夜，当最后一点酒气在空气中消散，张绣的眼神里终于露出了凶光。他看着曹操营帐的方向，吐了一口唾沫，低声下了一道命令。这道命令终结了曹操在宛城的春梦，开启了三国历史上最惨烈、代价最昂贵的一场突围战。这时候的老曹恐怕还在梦里跟邹夫人商量着明天回许都怎么安置呢。他哪里知道，此时的营帐外，第一支点燃的火矢已经划破了夜空。这一箭不是射向敌阵，而是直接射穿了曹操的傲慢。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那场让曹操心痛了一辈子的血色杀戮。老曹用美色羞辱了对手，对手用耐心和毒计挖好了坟墓，而老曹还亲自给自己盖上了土。这种人性里的博弈，比什么阵法演练、万人对冲都要精彩得多，也要残酷得多。兄弟们，咱书接上回，刚才说到张绣的活石已经划破了宛城的夜空，这可不是什么庆祝开工的礼花，这是死神的邀请函啊！讲道理，那一刻的曹操正处于人生中最尴尬也最惊悚的转折点。你想啊，前一秒还在温香软玉、酒气微醺的春梦里，耳边是邹夫人的吴侬软语，心里想的是统一天下后的宏图伟业，结果下一秒耳朵里钻进来的全是那种利刃划开皮肉的声音，是战马受惊后的嘶鸣，还有那种让你头皮发麻的成千上万人的喊杀声。老曹这辈子打过多少仗？从刺杀董卓到横扫青州，什么大场面没见过？但他绝对没见过这种在自己最放松，甚至连裤子都没来得及提好的时候，被人在自家的卧室里抄了底。这种从云端直接摔进水泥地的失重感，才是宛城之战最真实的底色。这时候，咱得重点聊聊那个挡在帅帐门口的男人，那个被大郎我称为曹营初代战神的典韦。当时的场面乱成什么样了？张绣的西凉兵像潮水一样涌进来，他们可不是来抓俘虏的，他们是带着复仇的怒火来取曹操项上人头的。典韦这哥们，刚才咱们说了，他的那对80斤重的玄铁大戟被胡车儿给偷了，这就像是关羽丢了青龙刀，张飞没了丈八矛，战斗力起码打了个对折。但这就是猛将之所以是猛将的原因。典韦醒过来的时候，脑袋估计还因为宿醉有点沉，但职业本能让他瞬间爆发了。他一看身边没家伙事儿，随手从地上抄起2个倒霉的叛军士兵，在那儿当成人肉狼牙棒抡起来了。兄弟们，你品品这画面，这就是纯粹的暴力美学，也是最惨烈的困兽斗。典韦一个人守在那道窄窄的营门口，他心里很清楚，只要他退一步，里屋那个正慌忙穿衣服的老板就得变成一具凉透了的尸体。可张绣的兵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一看近身格斗打不过这个疯子，就开始放冷箭。典韦身上当时受了多少伤？史书上说他创重者数十，那就是全身上下没一块好肉了，跟个血葫芦似的。但他就是不倒，他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在那儿咆哮。那种声震寰宇的吼叫声，其实是他在给屋里的曹操争取最后的逃生时间。这就是大郎常说的，职场里最难得的不是那种锦上添花的小人，而是这种在公司倒闭边缘，在生死关头还愿意为你把命豁出去的顶级员工。典韦在那儿拼命的时候，曹操在干嘛？曹操已经在曹安民和几个禁卫的掩护下，从帐篷后头抠了个洞钻出去了。这大概是老曹一生中最狼狈的1分钟，没戴头盔，没披重甲，甚至连那双平时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的靴子都不知道丢哪儿去了。这时候的宛城大营已经彻底变成了人间炼狱。张绣的西凉骑兵在营火的映衬下，像收割庄稼一样收割着曹军将士的生命。那些平日里跟着曹操南征北战的精锐，因为群龙无首，再加上主帅失踪，瞬间就崩盘了。大家得明白一个逻辑，古代打仗打的就是个气势和指挥，指挥官在床上被窝里，这仗还怎么打？曹操一边跑，一边听着身后典韦那渐渐微弱但依然狂暴的怒吼，心里估计是在滴血啊。他这一跑，丢掉的不仅是面子，更是他赖以生存的信誉和根基。而张绣那边已经是杀红了眼，贾诩在后方冷冷地看着这一切。他知道，今天如果不把曹操留下，
日后这头苏醒的狮子一定会回来，把宛城撕成碎片。所以张绣下的是死命令，不计代价，只要曹操的命。在这一片混乱中，曹操终于见到了他的大儿子曹昂。曹昂这孩子是大郎我一直觉得特别可惜的一个人物。作为曹操的长子，他不仅文武双全，最关键的是他有着一种老曹身上偶尔会缺失的厚道。曹昂带着一队亲兵赶过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那个平时威风八面，现在却满面尘土、狼狈不堪的父亲。这时候的父子相见，没有那些虚伪的礼节，只有最原始的生存本能。曹操的那匹名马绝影，在那场混乱中已经被乱箭射中了眼睛和腿，跑不动了。在那个冷兵器时代，没了马，曹操就等于是被判了死刑。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曹昂做出了一个改变曹魏国运，也终结了自己年轻生命的决定。他翻身下马，把那匹还能跑的战马缰绳死死塞进了曹操手里。兄弟们，你们细品这其中的人性博弈。曹昂心里不清楚把马让给爹意味着什么吗？他太清楚了。在成千上万叛军的包围圈里，一个步行的年轻人面对着疯狂冲刺的西凉铁骑，生存率基本就是0。但他没有犹豫，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价值观，也是一种近乎残酷的父子伦理。曹操接过缰绳的时候，有没有推辞？史书没写，但大郎推测，以老曹那种极强的生存欲望，他一定是颤抖着上马了。这一上马，父子就是天人永隔。曹操策马狂奔，风在他耳边呼啸，带走的不仅是战火的焦味，还有他大儿子的青春和未来。而身后的曹昂拿起武器，转身面对着那黑压压的望不到头的追兵，那个背影成了曹操一辈子都不敢回头看的梦魇。咱们再回头看看那邹夫人，那个引发这场海啸的源头，在乱兵之中，他又是什么下场？大概率是被乱刀砍死，或者死于火海。他就像是一个精美的瓷器，被卷进了一场野蛮的碎石机。老曹在这一刻可能早就忘了什么绝色美女，什么温存缱绻，他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跑，跑出这片噩梦。这种从欲望的巅峰瞬间跌落到生存的谷底的反差，把曹操身上那种复杂的人性剥落得体无完肤。他不再是那个下达唯才是举命令的神，而是一个欠下了巨额人命债的赌徒，正在玩命地逃离他的债主。这一段血色突围的开场，不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是曹操精神世界的一次大崩塌。他用一个晚上的风流，换来了3个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典韦、曹昂、曹安民的死亡。这笔账无论怎么算，都是亏到了姥姥家。这种惨烈感，大郎我觉得才是咱们读历史最该琢磨的地方。很多人只看到老曹后来的权势滔天，却没看到他在宛城城外，在那个黑漆漆的深夜里，是如何像条丧家之犬一样在泥地里挣扎的。那一刻，他听到的每一声马蹄响，可能都觉得是张绣来索命的冤魂。这种极致的恐惧和内疚，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反复折磨这个号称心硬如铁的男人。咱们这上半段讲的是这种突如其来的毁灭，那种从美好到地狱的瞬间切换。而下半段，咱们得聊聊在逃亡的路上，曹操是如何在绝望中完成心理重建的，以及那个让他心碎一辈子的马背上的离别到底有多残忍。兄弟们，咱接着刚才那个血色弥漫的瞬间往下掏。刚才说到曹昂翻身下马，把那根象征着活命希望的缰绳死死拍在老曹手里，那一刻，时间就像凝固了一样。你要问大郎我，老曹当时接过缰绳的时候手抖没抖？我敢打包票，他不仅手抖，心都在打颤。但这正是曹操这个人物最复杂也最冷酷的地方，
他在生死关头有一种近乎受累的求生直觉。他知道，如果两个人都墨迹，那今天老曹家就得在这儿断了后。于是，在那漫天的火光和哭喊声中，他甚至没敢回头看儿子一眼，跨上马背，狠狠一鞭子下去，那马吃疼，载着这位大汉司空就冲进了无边的黑夜里。而他身后是他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接班人曹昂，正提着长枪，带着那一小撮已经被围成铁桶阵的亲兵，迎接那注定要被淹没的宿命。咱们得仔细品品这逃亡路上的滋味。曹操在前面跑，身后的喊杀声不仅没小，反而因为他的逃离变得更加凄厉。西凉骑兵那是追风的汉子，他们一看曹操跑了，那更是疯了一样往前撞。这时候的曹操，胯下是儿子的马，背后是儿子的命，这种沉重感，那是多少甲胄都比不了的。他在泥泞的小路上狂奔，风从耳边刮过，声音听着都像是典韦在咆哮，又像是曹昂在叮嘱。老曹这辈子杀人无数，他一直觉得自己是那种可以为了天下大计牺牲一切的狠人，但当代价变成自己亲骨肉的时候，那种疼是从骨髓里钻出来的。他一边跑，可能一边在心里抽自己嘴巴子。曹孟德啊，曹孟德，你招惹谁不好？你去招惹那个邹夫人干什么？这一晚上的风流，怎么就成了你老曹家最贵的买路钱了呢？而且最惨烈的还不是老曹一个人的逃亡，是整个跟随他的那些禁卫军的覆灭。史书上写的冷冰冰，说曹昂、曹安民以及典韦皆战死。但你要是换成大郎我的视角，那就是一幕幕让人心碎的特写。曹安民，那个当初给他引荐邹夫人的侄子，在乱军之中估计是被捅成了筛子。他在临死前会不会后悔？会不会觉得是自己害了全家人？而典韦，那个守在门口的壮汉，即便到死都没有倒下，张绣的人甚至都不敢靠近，只能远距离放箭，直到确认他已经彻底断了气。这种惨烈的牺牲，其实是给曹操的傲慢买单。老曹在前面马蹄飞快，他每跑远1米，身后那些忠心耿耿的兄弟就少一个。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大溃败，这是曹操作为领袖、作为父亲、作为长辈的一次全方位崩塌。跑着跑着，天色微明，曹操终于甩掉了大部队，但他整个人已经跟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浑身是泥，是汗，是血。当他终于跟后面接应的夏侯惇、曹洪等人会合时，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没问丢了多少地盘，没问战损了多少兵马，他只是老泪纵横地喊了一嗓子：我的典韦啊，我的昂儿啊！兄弟们，这一声喊，那是真的疼。老曹这人，你可以说他奸诈，可以说他狠毒，但他对他那些兄弟和儿子的感情确实是真的。他在那儿哭，其实也是在哭那个曾经不可一世，觉得自己能掌控一切的自己。这一仗，张绣把曹操那层名为无敌的皮给生生扒了下来，露出了里面那个苍老、狼狈、充满了愧疚的灵魂。但大郎，我要提醒大家，曹操最牛的地方不在于他不犯错，而在于他这种人一旦从坑里爬出来，他的心理重建速度快得惊人。他在哭完之后，马上就开始调整姿态，他得面对更残酷的现实。丁夫人，丁夫人是曹昂的养母，虽然不是亲生，但那感情比亲妈还亲。老曹灰头土脸的回到许都，面对着那个曾经跟他举案齐眉，现在却要跟他拼命的女人，他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无能为力。丁夫人哭着指着他的鼻子骂：你杀了我的儿子，你还好意思回来？你为了一个女人，把咱们全家的希望都葬送了。曹操在那儿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回。这一刻，他不是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
他只是一个心虚到了极点的负心汉和不称职的父亲。最终，丁夫人跟他离婚了，回了娘家。曹操后来甚至亲自去请，结果丁夫人头都不回，在那儿织布，连看都不看他一眼。老曹摸着人家的背，叹了口气，知道这辈子是真的把这颗心给伤透了。这种家庭的破裂，其实是宛城之战后的2次伤害。他让曹操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雷一旦踩了，炸掉的不仅是你的前程，还有你最珍视的人情味儿。这次艳遇的代价，清单列出来吓死人。一个能带兵打仗、稳重踏实的接班人曹昂没了，导致后来曹丕和曹植为了夺嫡闹得鸡犬不宁，差点把曹魏的根基给玩废了。一个战力爆表、忠心耿耿的超级保镖典韦没了，让曹操以后睡觉都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留下了那句吴梦中好杀人的心理阴影。还有一个跟他相濡以沫的结发妻子离他而去，让他晚年独处时心里总有个填不满的窟窿。兄弟们，咱们看这段历史，千万别只把它当成一个好色男人的翻车现场。你要看的是那种因果循环，看的是人性里的贪婪和傲慢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一个顶级精英拉下神坛的。老曹在那匹马背上逃命的时候，他一定在反思，他在想那些因为他的欲望而死去的冤魂。这一场代价最高的艳遇，成了曹操一辈子无法抹去的污点。后来他虽然打败了袁绍，统一了北方，甚至在赤壁之前又一次意气风发，但在每一个深夜，当他闭上眼，恐怕都能看见那个挡在营门口的血人，和那个把战马让给他的英俊少年。这就是历史最残酷的地方，他不给你重来的机会，他只会把你的错误定格在那儿，让后人像大郎我这样一遍又一遍的拆解，一遍又一遍的唏嘘。所以啊，做人还是得时刻保持一点敬畏心。不管你现在混得有多牛，不管你觉得自己能摆平多少事儿，都别在原则问题上瞎试探。曹操用他半辈子的运气和几条至亲的性命，给咱们买了这个教训。这个教训的名字就叫：别把运气当成才华，别把傲慢当成底气，更别在别人的尊严底线上反复横跳。否则，下一场宛城之战指不定在哪儿等着你呢。老曹的故事，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这下半段的血与泪，希望大家能听出点人生的滋味来。兄弟们，咱书接上回，刚才聊完了那场血色逃亡和老曹这辈子最痛的家庭变故，咱们得把视角往回拉一拉，聊聊这场史上最贵艳遇里那个躲在暗处真正杀人不见血的人物——毒士贾诩。讲道理，如果说张绣是那把捅向曹操心脏的刀，那贾诩就是那个精准算出老曹肋骨缝隙在哪儿，还顺便在刀口上抹了毒药的人。在这场降维打击里，贾诩到底是怎么把老曹这种顶级猎人当成猎物给耍了的？很多人觉得曹操翻车是因为色迷心窍，但大郎，我要告诉你，曹操在宛城的惨败，本质上是一场顶尖脑力的降维打击。贾诩太懂人心了，他知道曹操这种人不怕硬碰硬，但最怕的就是那种你以为我服了，其实我在算你死期的心理落差。当时的局势是这样的，曹操进城的时候，那是带着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傲慢进去的。他觉得张绣不过是个丧家之犬，收编他就是给他脸。但贾诩在旁边看着呢，贾诩这种人一辈子不求名不求利，求的就是个活字，而为了活得稳，他必须得狠。他一眼就看穿了曹操管理层在大胜之后的集体松懈。这种松懈在职场里太常见了，就是并购成功了，奖金发了，大家开始喝酒泡澡了，觉得对方已经是案板上的肉了。贾诩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气息，他没有劝张绣去跟曹操硬刚，因为硬刚那是自寻死路。
他玩的是一套极其高明的信息不对称战术。他让张绣先装的孙子一样，甚至主动提出要把部队搬到曹操眼皮子底下。这就好比一个竞争对手告诉你，我愿意把公司所有的机密文件都搬到你办公室里，让你随时检查，你会怎么想？你肯定觉得这哥们彻底怂了。老曹就是这么想的，所以他点头了。这一点头，就是把死神请进了卧室。贾诩的这套逻辑里，最毒辣的一招是断其爪牙。他知道典韦是曹操唯一的生还概率，所以他不是让张绣去杀典韦，而是让胡车儿去降制典韦。大郎，我常说，对付一个绝世高手，最好的办法不是找另一个高手去决斗，而是找个借口请他喝顿假酒，再把他手里的家伙事儿给顺走。贾诩这一招，直接把曹操从神的位置上拽了下来，让他变成了一个光着屁股在火海里裸奔的普通老头。这种心理战的运用，简直是冷兵器时代的巅峰。他利用了曹操的好色，利用了典韦的实诚，利用了张绣的屈辱，把这三者揉在一起，做成了一个让曹操避无可避的局。这就是为什么大郎说，高级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的。张绣进城时表现得越卑微，贾诩在背后的磨刀声就越响。咱们还得琢磨一下贾诩当时的心理建设。很多人说贾诩坏，说他为了给张绣出气，害死了那么多英才。但你站在贾诩的角度看，他这是在做一场极致的避险交易。他如果不让张绣反杀，以曹操那种在邹夫人床上表现出来的对张家人的轻蔑，张绣迟早会被老曹找个理由除掉，或者变成一个毫无尊严的二等家臣。贾诩这是在用曹操的长子和保镖的命，给张绣换一个能在乱世中继续叫板的筹码。这不仅仅是报仇，这是一次极度理性的政治博弈。他在那个寂静的深夜，看着张绣的兵马悄悄入魏，心里想的可能不是血流成河，而是这种由于傲慢导致的漏洞是多么的迷人。他像一个调音师，一点点调低曹操的警觉性，调高张绣的愤怒值，最后在那个临界点上轻轻拨动了那一根引信。这种博弈最精彩的地方在于，曹操在大帐里喝酒的时候，可能还觉得自己是个掌控全局的操盘手。他觉得自己收了张绣的兵，睡了张绣的亲戚，这是双重掌控。但在贾诩眼里，这种掌控感就是曹操的墓志铭。这就给了咱们现代人一个巨大的警示：当你觉得自己赢妈了的时候，往往就是你输得最惨的开始。贾诩的战术不仅是军事上的夜袭，他是精神上的阉割。他让曹操在最自信的领域识人和控人，彻底翻了车。曹操一直以能看透人心自居，结果他愣是没看出张绣那张顺从的脸下面藏着一颗想把他剁成肉酱的心。这种看走眼的代价，就是咱们刚才聊的那一长串死亡名单。而且贾诩最牛的地方还在于后手。他算准了这一仗杀不死曹操，毕竟老曹命硬，但他要的是打残曹操的精气神。他要让曹操明白，这天下不是你一个人的棋局，只要还有我贾诩这种人在，你就得随时准备好为你的傲慢付出利息。这种冷冰冰的智力压制，让曹操在后来的逃亡路上，恐怕比被箭射中了还难受。他难受的不是输了地盘，而是发现自己居然被一个他看不起的小军阀身边的谋士给算计的底掉。这种自尊心的破碎是无法修补的。贾诩就像是一个安静的拆解工，在那个晚上，把曹操精心构建的英雄光环一块块拆了下来。大郎，我觉得这一段的博弈感才是宛城之战真正的灵魂。很多人爱看典韦伦人，爱看曹昂让马，但那都是肌肉和热血的碰撞。真正让这一仗被历史记住的，是贾诩这种毒誓对人性的精准手术。
他在那一晚展现出来的冷静和残忍，其实是乱世生存的最高准则。永远不要低估一个被你羞辱过的人，也永远不要高估你在权力巅峰时的智商。这一场降维打击不仅打掉了曹魏的继承人，更是在曹操那颗狂傲的心上刻下了一个深深的句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后来曹操不仅不杀贾诩，反而对他恭敬有加，甚至在立储这种家务事上都要听贾诩的意见。因为老曹是真的怕了这种被聪明人从骨子里算计透了的感觉，他这辈子都不想再是第二次。咱们这上半段聊的是贾诩如何挖坑，如何布阵，如何利用曹操的傲慢完成这一场不可能的逆袭。下半段咱们得聊聊在火光冲天的那一刻，贾诩是怎么在乱局中指挥若定，以及他是如何像个顶级导演一样，看着曹操一步步走入他设计的那个名为艳遇实为绝路的陷阱深处。那种智力上的张力绝对比刚才的血肉厮杀还要过瘾。兄弟们，咱书接上回，刚才剖析了贾诩是怎么在暗处挖坑的，现在咱们得聊聊这坑到底是怎么塌的，以及贾诩在这场降维打击里最绝、最让人脊梁骨冒凉气的后半手。讲道理，很多人读这段历史，觉得张绣起兵就是脑子一热，但大郎，我要告诉你，在那场火光冲天的宛城之夜，每一团火焰的升起，每一声惨叫的方位，其实都在贾诩那张惨白如纸的算盘里拨弄着。贾诩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不仅算准了曹操的色心，他还算准了曹操在极度恐惧下会往哪条路上跑。他在那一刻根本不是在打仗，他是在进行一场针对曹操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实验。当第一团火苗在曹操帅帐后方蹿起来的时候，贾诩就站在高处，冷冷地看着这一幕。这时候的张绣已经杀红了眼，但贾诩非常冷静，他知道像曹操这种级别的 boss， 除非你有那种能瞬间把整个军营磨平的毁灭性力量，否则他总能像泥鳅一样钻出去。所以贾诩的核心策略不是全歼，而是极度致残。他让张绣的部队分成了3波，一波专门去缠住典韦，不用杀了，只要让他那个位置变成死地就行；一波去冲击曹操的中军，那是乱人心智的；而最精锐的一波，其实是埋伏在曹操出逃的必经之路上。这就是为什么曹操这一路逃得这么惨，因为他每跑一步，其实都在贾诩预设好的放血路径上。咱们得细品一下这个细节。曹操当时跌跌撞撞钻出帐篷，看着周围全是火，耳朵里全是惨叫，他第一反应肯定是往人少的地方钻。但贾诩太懂军事心理学了，他知道曹操这种人逃命的时候一定会找那个能最快通向大道的出口。于是在那条原本该是生路的出口上，贾诩给老曹准备了一份大礼，胡车而带队的伏击。这一刻，曹操不仅是身体在逃亡，他的整个自尊心都在被贾诩放在地上摩擦。你想想，老曹这辈子最引以为傲的是什么？是他的反应速度，是他的临机应变。结果在那个晚上，他发现自己所有的变招都在人家的预料之中。他往东跑，东边有火；他往西退，西边有刀。这种被人在智商上玩弄于股掌之间的感觉，恐怕比典韦战死还要让他感到绝望。而且贾诩这哥们的心眼儿坏到什么程度呢？他甚至算准了曹操身边那些人的忠诚度。他知道，只要曹操还没死，他那些儿子和禁卫就一定会玩了命的保他。所以贾诩的打法很阴，他不是对着曹操一个人射箭，他是对着曹操周围的人搞无差别收割。曹昂为什么要让马？因为那是唯一的活路。而在贾诩的视角里，曹昂的死就是这场艳遇代价里最完美的句号。你睡了人家的婶婶，毁了人家的名节，
那我就要你绝后，我要让你最疼的那个接班人死在你面前，还得是你亲自踩着儿子的肩膀爬出去逃生。这种精神上的凌迟，才是贾诩送给曹操最毒的一杯酒。兄弟们，讲道理，如果那天晚上曹操死在宛城，那也就是个历史转折点，但曹操活下来了，而且是带着这种巨大的心理创伤活下来了，这才是贾诩最成功的地方。他让曹操余生只要一闭眼，就能听见宛城的火声。咱们再深挖一层，贾诩在这场博弈里，其实还做了一个全域防守。他知道曹操这人报复心极强，万一这次杀不死，以后老曹反扑怎么办？所以他这一仗必须得把曹操打疼，疼到老曹以后想起张绣，想起贾诩，第一反应不是恨，而是怕。这种怕是那种对未知的阴毒力量的畏惧。你看后来张绣投降曹操的时候，曹操居然不仅没杀他，还给他封侯，甚至让自己的儿子曹军娶了张绣的女儿。这看着是曹操大度，是大战后的和解，但你细品，这背后难道没有贾诩的身影？贾诩在那个晚上展现出的杀伤力，让曹操意识到，这种人，我宁愿让他坐在我身边当顾问，也绝不能让他作为对手站在我对面。这场博弈到了最后，其实已经超越了那晚的色情和血腥，他变成了一个顶级谋士对一个顶级权臣的性格驯化。贾诩利用这一场艳遇，给曹操上了人生中最贵的一课。他告诉曹操，即便你手里握着天子，即便你身后有雄兵100万，只要你心里还有那种傲慢的缝隙，我就能顺着这个缝隙钻进去，把你最珍视的一切都烧成灰。这种降维打击，打掉的是曹操那种老子是天命所归的幻觉。他在火光中逃命的样子，和他在邹夫人床上得意的样子，构成了历史最讽刺的一组蒙太奇。大郎，我觉得咱们看的就是这种智力上的那种冷彻心扉。贾诩就像是一个安静的围棋手，在曹操最得意的那一手棋后，反手落下一子，不仅吃掉了曹操的大龙，还把曹操的棋盘给掀了。这种不带情绪的杀戮，这种建立在人性洞察之上的毁灭，才是宛城之战真正的毒。老曹在逃亡的马背上，回头看着那片火海，他看到的不是张绣，他看到的是那个在阴影里对着他冷笑的贾诩。这种感觉伴随了曹操一生，直到多年后他在赤壁再翻车，恐怕想起的还是宛城这个噩梦般的夜晚。这种博弈感，这种把英雄拉下马，把枭雄剥光了给人看的叙事，才是大郎我最想带大家感受的历史真相。你以为你是在看一场因为好色引发的斗殴？不，你是在看两个顶级大脑在血与火中的生死对局。贾诩赢了，他赢在对欲望的克制和对敌方弱点的精准捕捉。曹操输了，他输在觉得自己可以无视规则，可以靠权势消解一切代价，而这代价最终沉重到让整个曹魏政权都晃了3晃。刚才剖析完了贾诩那种阴冷到骨子里的算计，咱们得聊聊这最让人揪心的东西，那就是这笔买路钱给出去之后，曹操到底付出了怎样惨烈的代价。讲道理，历史有时候就像个冷酷的会计，他在那儿噼里啪啦拨算盘珠子，每一声响都对应着一条人命。而曹操在宛城这一晚欠下的债，那是连本带利把曹魏政权的未来都给抵押出去了。咱们得先盯着那个最显眼的伤口看，那就是曹昂的死。大家得明白，在曹操这种政治家的棋盘上，儿子不只是亲骨肉，那是经过多年精心培养，眼看就要成才的接班人。曹昂这孩子，虽然史书里琢磨不多，但从他让马给爹这一处细节就能看出来，这小伙子不仅有武将的勇猛，更有那种传统儒家文化熏陶出来的极其稳重的牺牲精神。这种性格，
其实是曹操这种奸雄气质最好的中和剂。曹操自己也知道，他这辈子杀孽太重，手段太狠，他需要一个像曹昂这样形象正面、懂礼法、能守成的长子来接班，这样才能让他的基业稳如泰山。可结果呢？就因为老曹在宛城管不住自己那点欲望，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大号当场就被练废了。当曹操骑着那匹绝营马，听着身后儿子被乱箭射中的声音时，他丢掉的不只是一个儿子，更是曹魏政权未来30年的稳定性。咱们品一品后来的历史，曹昂一死，接班人的位置空出来了，曹丕和曹植就开始了长达10几年的夺嫡之争。曹丕阴沉，曹植浪漫，这哥儿俩为了那个位子，斗得那是鸡飞狗跳，把曹营内部的凝聚力损耗了一大半。甚至可以说，后来司马家之所以能钻空子篡位，祸根在宛城之战那个晚上就已经埋下了。如果曹昂活着，以他长子嫡出的身份和那种舍命救父的威望，谁敢跟他争？曹魏的权力过渡会像丝绸一样顺滑。老曹在那马背上颠簸逃命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意识到，他这一鞭子抽下去，抽断的是他曹家3代人的国运。而且咱们还得聊聊那个让老曹一想起就心口疼的名字——典韦。大郎，我觉得典韦的死对曹操来说是一种灵魂上的安全感丧失。你想想，一个能在这种必死之局里，凭着一双肉掌、2具尸体挡住成千上万叛军的保镖，这种忠诚和战力是能用钱买来的吗？曹操这辈子多疑，看谁都像刺客，唯独对典韦，他是放100个心的。典韦在门口那一站，就是老曹的定心丸。典韦这一死，老曹以后睡觉还敢踏实吗？为什么他后来总说吴梦中好杀人？为什么他要杀那个给他盖被子的侍卫？说白了，就是因为在宛城被吓破了胆，是因为那个最能护着他的古之恶来再也回不来了。这种精神上的创伤是任何封赏都补不回来的。他后来去祭奠典韦，哭得比亲爹死了还惨，那是真的哭，他哭的是那个再也没人能帮他挡箭的世界，哭的是那个因为自己的荒唐而永远失去的盾牌。再往深了掏，这代价清单里还有一项最隐蔽也最致命的损失，那就是曹操在道德高地上的彻底塌方。老曹一直打的旗号是奉天子以令不臣，他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拯救天下于水火的英雄。结果呢？宛城这一仗，全天下的人都看清了，这位大汉司空在私生活上居然是这么个德行。睡降将的婶婶，这在那个注重名节的年代，简直就是给所有想投奔他的名士心里扎了一根刺。你让那些讲究礼义廉耻的读书人怎么看你？你让那些准备投降的军阀怎么看你？大家都得琢磨一下，投降了曹操，是不是连自家的女眷都不安全了？这种信用背书的破产，让曹操在后来的南征路上吃了不少苦头。很多人宁死不降，或者像刘备那样死活要跟他干到底，背后多少都有点这种看不起曹操为人的情绪在里头。老曹在宛城的废墟里捡回了命，却把自己经营了多年的正义人设给烧成了灰。兄弟们，咱们看历史得看这股子暗劲儿。曹操在逃回许都的路上，看着身边剩下的一丁点儿残兵败将，他那颗狂傲的心其实已经碎了一地。他用一个晚上的艳遇，换来了儿子、侄子、爱将的命，换来了家庭的破裂，还换来了未来几十年内部斗争的隐患。这买卖亏到什么程度？亏到连一向以厚脸皮著称的老曹，在后来的日子里都很少提起宛城这2个字。他把这笔债埋在心里，想用后来的功勋去冲刷掉这层耻辱，但历史的算盘珠子是不会停的。每一个因为夺嫡而死掉的曹家子孙，每一场因为猜忌而引发的内耗，都在提醒着老曹，
那一碗的酒真的太贵了。咱们这上半段聊的是这种肉眼可见的，以及潜伏在骨子里的代价，那种让枭雄也为之胆寒的连锁反应。下半段咱们得聊聊这种代价是怎么在老曹的晚年，在他权力达到巅峰，却又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时，再次跳出来咬他一口的那种宿命感，绝对能让你听出一身冷汗。兄弟们，咱接着刚才那个揪心的话题往下深挖。刚才说了曹昂和典韦的死是老曹肉眼可见的大出血，但大郎，我要告诉你们，这场艳遇真正最磨人，最让曹操晚年想起来就想扇自己大嘴巴子的代价，其实是那种看不见的、渗透进骨髓里的孤家寡人感。咱们得品品曹操逃回许都后的那个场景。当他推开家门，面对的不是温柔的抚慰，而是丁夫人那双几乎能喷火的眼睛。丁夫人这人，大郎之前提了一嘴，她是曹操的正妻，虽然没生儿子，但把曹昂视如己出。在他的世界里，曹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他的依靠。可那晚之后，曹操在他眼里变成了一个卑劣的，为了下半身欲望害死自己孩子的凶手。丁夫人那时候的绝户和决裂，其实是给了曹操精神世界最沉重的一锤。他不听解释，不看你的权势，直接卷铺盖回了娘家，在那儿织布耕田。后来老曹拉下脸去请，摸着人家的背说：“咱回家吧。”丁夫人头都不回。那一刻，曹操手里握着天下大权，却连一个女人的原谅都买不到。这种家庭秩序的崩塌，让曹操明白了一件事：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哪怕你是大汉司空、魏王，你也拼不回去。这种代价的延后性，在曹操晚年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家想想，曹操晚年为什么疑心病重到那种程度？为什么总觉得有人要害他？咱们得回过头看宛城。在宛城之前，曹操是那种敢于把后背交给兄弟，敢于在战场上开怀大笑的真性情人。但宛城之后，他那种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彻底断了。他付出的代价是余生几十年的不眠之夜。因为典韦不在了，他得找许褚，可许褚再猛，那也是个随时随地得提防着的保镖，而不是那个能在他酒后守在门口，让他安心呼呼大睡的兄弟。这种心理层面的防御机制，让老曹变得越来越刻薄，越来越敏感。那种宁叫我负天下人的偏激，在宛城之战后其实是进阶到了 2.0 版本。他看谁都像张绣，看谁都像在阴影里磨刀的贾诩。这种精神上的自我折磨，其实就是那场艳遇留下的终身残疾。而且咱们还得算一笔账，就是曹魏内部的人才流失和派系斗争。曹昂一死，曹丕这孩子就开始上位了。曹丕这人性格阴沉，心机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上位过程中感受到了太多的危机感。如果曹昂活着，这种危机感就不存在。曹丕为了巩固地位，开始任用那些门阀士族，这就导致了曹操一辈子想打压的势力，最后反而因为接班人问题，在他眼皮子底下壮大了起来。这就是大郎常说的，你以为你只是睡了一个女人，其实你是在撬动自己帝国的地基。曹操在后来的政治博弈中，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去平定内部因为接班人问题引发的骚乱，去平衡曹丕和曹植之间的内耗。这种内耗损耗了多少曹魏的精锐，损耗了多少统一天下的机会。每当曹操看着这两个儿子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他脑子里闪现的一定是那个在宛城火光中把马让给他的英武少年。那种悔恨是任何史书都写不尽的。更讽刺的是，那个害得他家破人亡的张绣和贾诩，后来居然都过得不错。尤其是贾诩，不仅成了曹操最信任的谋士，还活成了三国历史里的长寿之星。
曹操为了政治大局，不得不把那口带血的钢牙往肚子里咽，还得笑呵呵的请贾诩吃饭。这种屈辱感是一个自诩为英雄的人最难承受的。他在每一个和贾诩商量军机大事的深夜，看着那张曾经算计死自己儿子的老脸，心里是什么滋味？这其实也是代价的一部分，就是你得时刻面对那个提醒你曾经有多愚蠢、多下作的证据。这种精神上的破，是贾诩送给曹操最长情的礼物。咱们聊的是一种慢性死亡。曹操在宛城那一晚透支的不仅是自己的信誉，更是他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性。他后来的功业再大，那个名为父亲和丈夫的角色已经永远死在了宛城的废墟里。当他临死前，在那个昏暗的宫殿里回想起自己这一生，他可能并不后悔杀掉袁绍，也不后悔烧掉乌巢，但他一定后悔那个月色撩人的夜晚，自己为什么要去问那句城中有妓女否？那句问话是他亲手给自己的帝国、自己的家庭写下的诅咒。这种代价沉重到让他在遗嘱里还在惦记着那些卖熏香的妾室，其实是在寻找一种他永远失去的最普通的人间温暖。这种人性深处的悲剧感，才是大郎觉得曹操张绣案最迷人的地方。他告诉我们，权力可以让你得到任何女人的身体，但他保不住你的儿子，也保不住你的真心。当曹操在泥泞中狂奔、风声鹤唳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输掉了一个枭雄最重要的内核。后来的他，更像是一个戴着面具的机器，在维持一个因为他的失误而变得摇摇欲坠的庞大机器。这笔代价，曹家还了3代人才算还清，而代价的终点，就是司马家在洛阳水边的那个清晨，彻底终结了老曹家的一切。咱们看历史，真的得看这些细节里的魔鬼，看这些艳遇背后的血色账本。这下半段的复盘，咱们聊透了曹操的孤独和曹魏的宿命，这笔账，希望大家也能在心里算清楚。兄弟们，咱书接上回，咱们刚才把那张血淋淋的代价清单给算了个通透，现在这聊聊这整场荒唐、惨烈又极其真实的宛城艳遇，到底给咱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生存哲学？讲道理，历史这玩意儿，你要是把它当成故事看，那也就是个茶余饭后的谈资；但你要是像大郎我这样把它当成人性手术刀来使，你就能从老曹身上看清楚咱们普通人也逃不开的那些坑。我最想跟兄弟们掏心窝子聊的，就是那句老话，高级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的。大家品一品，曹操进宛城的时候，那是猎人姿态吧？那是志得意满，觉得全天下都要围着他转的上帝视角吧？但在贾诩这种顶级操盘手的眼里，那个自以为掌控了一切，还在那儿打听谁家媳妇漂亮的曹操，其实就是一个已经把头伸进绞索里的又肥又大的猎物。咱们得深挖一下这种猎人与猎物的角色置换。在职场里，在生意场上，咱们最容易犯的错，就是像老曹在宛城那样，把对方的软弱当成无能，把对方的退让当成华贵。曹操当时觉得张绣投降了，那就是他的家奴了，他想怎么羞辱就怎么羞辱，这其实是一种极度的傲慢。傲慢这玩意儿最毒的地方就在于，它会封锁你的信息渠道。老曹那时候身边有没有人提醒他？肯定有。他手底下的谋士也不是吃素的，但他听得进去吗？听不进去，因为他正沉浸在那种并购成功后的虚假狂欢里。这种心理状态，大郎我称之为赢家的诅咒。当你在一个阶段大获全胜的时候，你的视野会变窄，你的耳朵会失灵，你会觉得这个世界的规则是为你一个人定制的。老曹在邹夫人的温柔乡里，其实是亲手关掉了自己的预警系统。这种从猎人退化成猎物的过程，
往往就在你最得意、最放松的那一秒钟发生。贾诩这哥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利用了这种角色的置换。他让张绣表现得卑微到了尘土里，甚至主动去配合老曹的那些荒唐要求。这就是大郎常说的，真正可怕的对手，从来不会在你巅峰的时候跟你硬刚，他会像一团棉花一样包围你，让你觉得到处都是软绵绵的顺从，让你觉得可以随心所欲。可就在你最松懈、最无防备的那一刻，棉花里会突然刺出一根淬了毒的钢针。曹操在宛城的这跤摔得这么重，就是因为他压根没意识到自己已经从棋手变成了棋子。他以为他在消费张家的人脉和美色，其实张家和贾诩在消费他的傲慢和接班人。这种逻辑反差，是每一个在社会上混的兄弟都得刻在脑门上的警钟。咱们再品品那个邹夫人，在这场博弈里，她其实也是一个被物化的符号。曹操看他，看的是一种征服感；张绣看他，看的是一种家族的奇耻大辱。没有人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但就是这样一个被各方博弈无视的弱者，成了引爆整个大局的导火索。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在一个复杂的系统里，再小的变量，只要它触动了人性的那个临界点，都能引发海啸级的灾难。老曹那一晚的欲望，就像是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最后在曹魏政权里掀起了一场持续几十年的风暴。这种蝴蝶效应在历史长河里屡见不鲜，但在宛城之战中，因为它带血、带色、带泪，所以显得格外具有讽刺意味。大郎，我觉得这一段的逻辑终点在于自律。曹操这种级别的枭雄，能被一次艳遇搞得差点丢了老命，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丢掉了最基本的自我约束。很多人觉得权力是拿来用的，是拿来享受的，但权力其实是拿来克制的。当你能随便睡别人的婶婶而不受法律惩罚的时候，你唯一能依靠的防线就是你心里的那点自律。如果自律崩了，那么外部的惩罚，也就是那成千上万的叛军，就会以最残酷的方式降临。老曹在马背上狂奔的时候，他一定意识到了，原来天子之剑也挡不住这种因为私欲引发的怒火。这种对权力的反噬，是每一个站在高位的人都得面对的课题。曹操不是输给了张绣，他是输给了那个在欲望面前想走捷径的自己。他觉得可以用权势去消解掉人伦上的无理，觉得可以用武力去压平人心里的屈辱。但贾诩告诉他，不行，人心是一块有记忆的木头，你钉进去一根羞辱的钉子，哪怕后来拔出来了，那个洞也永远在那儿。这种对人性底线的漠视，是老曹在宛城犯下的最大技术性错误。咱们看历史，真的得看这些让人冒冷汗的地方，因为它能告诉你，在这个充满了博弈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永远当猎人。如果你不懂得尊重对手，不懂得克制欲望，那么你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可能就在你睡梦中的一个翻身之间，就全唤了醒。这种深刻的危机感，是大郎我想传达给屏幕前每一位兄弟的。咱们现在的生活里，可能没有西凉铁骑在半夜冲进你的卧室，但有的是那种因为一时的贪念、一时的傲慢而让你掉进去的深坑。曹操用他长子的命、爱将的血，给咱们这些后生晚辈买了一张最贵的门票，让咱们能坐在这儿看清这场猎人变猎物的黑色幽默。上半段咱们聊透了这种角色的置换和权力的傲慢，下半段咱们得聊聊，在看透了这些真相之后，咱们该如何在这个像三国一样复杂的社会里，避开那些带毒的艳遇，守住咱们自己的那份接班人和绝影马。你看，曹操进宛城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是权力的主人，觉得睡个女人、羞辱个降将不过是胜利者的特权。可历史在那一晚告诉他，
权力从来不是一张可以无限透支的支票，尤其是当你用权力去践踏别人的尊严时，那反馈回来的力道，能瞬间把你自以为稳固的帝国地基给震出裂缝。那晚的火，烧掉的不仅是典韦和曹昂，还烧掉了老曹心里最后一点人间烟火气，让他余生都活在那种梦中杀人的恐惧和丧子的愧疚里。咱们在社会上混，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很多时候，你可能觉得自己混出点名堂了，觉得某些规则可以绕着你走了，或者觉得某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可以随便拿捏了。这时候，兄弟，你一定要想起那个在宛城黑夜里光着脚跑路的曹操。记住，人性里有一块地方是绝对不能碰的，那就是底线。你越过了别人的底线去满足自己的私欲，那就是在给自己挖坑。高级的成功不是看你征服了多少对手，而是看你在登上巅峰的时候，能不能依然像进城前那样克制，像起步时那样谨慎。曹操在宛城的惨败，是他给全天下的枭雄，给咱们每一个拼搏的人留下的一面镜子。镜子里写着，色字头上一把刀是表象，傲慢才是杀人的毒药。所以这期节目的最后，大郎想送大家一句话：尊重你的对手，克制你的欲望，守住你的本心，别让你辛苦练出来的大号最后折在一场让你后悔一辈子的艳遇里。历史不只是过去，它就是此时此刻咱们每个人的选择。行了，曹操这桩最贵买路钱咱们就算聊透了。如果你觉得大郎我拆解的还算带劲，别忘了点赞关注，评论区告诉我，如果你是曹操，在那个酒气微醺的晚上，你会问出那句改变国运的话吗？咱们下期聊聊那个让老曹爱而不得，甚至不惜放虎归山的男人关羽。咱们下期见。